这是哪儿？我下水救人怎么到这儿了？二郎，这是家里最后的粮食了，你拿走我们可怎么办？关我屁事！我答应送陈花一根簪子，男子汉大丈夫必须说到做到。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这日子可咋过？原主你个败家玩意儿，为了舔女人，抢家里最后口粮换簪子，这事儿也干得出？荒年没粮，这真的会死人的。我操，这龟甲是我落水时摸到的那个，这是未卜而先知。今日运势平。小吉，小黑山南边山腰，一只迷路的兔子撞死在雪地中，50之前去，或许会有所收获。中吉，小黑山南峰有数只狍子出没，带上猎弓，或许能有所收获。大凶，年迈的狼王被新狼王击败，放逐到小黑山北路。若能取得狼皮，可以大赚一笔，但要小心狼王的攻击。哈哈哈哈！果然是未卜先知，推倒吉凶，有这卜卦手段，荒年也能天天吃肉。撞死的兔子，这是白捡的肉啊！狍子，小黑山还有狍子吗？要是能打到，一只狍子的肉够吃好久，皮毛还能卖钱。可惜我不会射箭，还是去捡兔子吧，正适合现在的我。二叔，让你去堂屋吃饭。这荒年家家户户都是野菜汤，算了，先去猎只兔子打打牙祭，验证一下占卜。没想到穿越过来第一件事就守株待兔，都是兔子脚印。看来这附近有一窝兔子，明天来做个陷阱，先去捡兔子再说。哦，还不小，今晚有肉吃了。忙活半天就打这点柴，这活真不容易干。不过原主一家对原主堪称溺爱，现在就由我来守护你这一家吧。张晨，真是你，你没事啊？竟然还上山打柴了。张三坡，这就是原主的狐朋狗友之一，经常哄僵尸偷家中的财物换酒换肉，他来蹭吃蹭喝。前2天偷了家中口粮买簪子换酒肉，也是他的主意。你这一身皮袄放在当铺，怕是得当出不少钱啊！今日天寒地冻，不如我们去城中吃酒暖暖身子。你这棉服也值个几十钱，不如先去卖了雇一壶酒来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家里可就这一件棉服了，当了我穿什么？不舍得卖就滚，别挡我路。兔子，好大一只兔子！江辰，你抓了只兔子，准备烤了还是炖了？你，嚯，好大一只，怕有3斤多吧？正好你嫂子这2天病了，我拿回去给她补补身子。江辰，你干嘛呢？江辰，你干嘛呢？别跟我开这种玩笑！玩笑？那你给我笑一个，给我！一只兔子而已，至于吗？拿去拿去！江辰，我算是看错你了，亏我还拿你当兄弟，为了一只兔子跟我动刀，吃吃喝喝你一分不掏，整日想着占便宜，哄我卖家里的口粮，现在跟我说兄弟义。那这样，我家口粮没了，把你家过冬的口粮分我一半，我们就还是兄弟啊！滚！陈大娘，赵叔，打柴回来啊？这小子竟然还活着，怎么没冻死呢？就是卖口粮换酒肉，这是人能做出来的事儿。要是我家的娃，一棍子敲死算了。原神在村里这形象也太差了吧，得扭转乾坤才行。嚯，江家小子，这兔子哪里捡的？就不能是我打的？哼，你当赵叔老瞎了眼啊？打的和捡的分不清，赶紧回家吧。孙金梅带着陈花去了，看那架势是去退亲的。那之前给的定亲礼怕是打水漂了。孙寡妇那性子，能把吃进去的肉吐出来。退亲，那是好事，省得我动手赶人了。哼，20两聘礼，原主真是脑子进了水。这年头，普通人家1年花销不过10两，我倒要看看这对母女哪来的底气，狮子大开口。亲家母，你再考虑考虑。小陈真的变了，今早还上山打猎。打猎？怕是去偷鸡摸狗换酒喝吧？少废话，这亲今天必须退。亲家母，就这么退亲，对你家丫头名声也不好。成亲也可以，得加钱，30两，30两银子来，我做主把花儿嫁给你儿子。队长，30两银子，这
这是娶县城千金小姐的才有的聘礼吧？咱们哪儿拿得出？成，1年后我带着聘礼去提亲。爹，眼下荒年，填饱肚子都难，去哪儿弄30两？当初我嫁过来，一点聘礼没要，这些年各种贴补家里的。你少说2句。等开了春，我养好伤，进2痕山一趟，打2头野猪，再找些其他猎物，应该就够了。爹，你那身子骨进2痕山就是送死，实在不行卖2块地吧。卖一半，留一半，总归是饿不死的。饿不死，饿不死！老娘现在就要饿死了。对，就是买地，要的就是你们的地。小陈回来了，运气不错，顺手打了个大家伙。兔子，好肥的兔子！亲家母，你好好瞧瞧，我家小二如今真的浪子回头，大冬天都能进山打到这么肥的兔子。江晨，你答应给我买的簪子啥时候送来？只要簪子到手，我就陪你在村里走一圈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你媳妇儿。还惦记簪子，为了讨好你，家里过冬口粮都被偷去卖了，如今还要30两聘礼，这不是吃人吗？你少说2句。30两，也不撒泡尿照照，就你女儿这副长相，3两银子我都嫌贵。小二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江晨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家花儿貌美乖巧，30两聘礼都是便宜你们，不想娶就直说，别在这辱我女儿名声。貌美乖巧，天天撺掇我变卖家里口粮，掏空家底给他买首饰，好吃懒做，贪慕虚荣，这叫乖巧？就算如此，你往日就是村里出了名的泼皮无赖，除了我家花儿，谁肯嫁你？30两，少1分都不行。当初说好20两，定亲礼5两银子，我家1分不少给了你。如今你们坐地起价，贪心讹人，就你这女儿，现在倒贴我都不要。你敢退亲？退了亲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娶。而且定亲礼我1分不退。定亲礼少1钱都不行。以前为了我家花儿，掏空家底都愿意，如今捡只兔子就敢翻脸不认人，果然是改不了的泼皮本性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泼皮？当众辱我名声，真当我江晨好欺负？你还想行凶不成？小二，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刀动枪的。爹，这对母女贪得无厌，把我们江家当冤大头宰。今日我就把话撂这，这门亲事彻底作废。定亲礼明日申时之前必须送来，往后别再来纠缠我们江家，还不快滚！小二啊，你把亲事退了是痛快，可往后你的婚事可怎么办才好？爹，您放宽心，我以后天天进山捕猎，换银钱，置家业，好好守护咱们一家人。一定找个贤惠善良、懂顾家、不贪慕虚荣的好儿媳。这小子这是动了一夜，开窍了。爹娘，我听说二叔打了兔子，在这儿呢。哇，好大一只，晚上可以吃肉喽。吃什么肉？这要拿去换粮的。换啥粮？炖了给爹养养身子。能文和小云也正在长身体呢。这小陈打回来的，他想吃就让他吃吧。成。娘，兔子，什么兔子？好大一只兔子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狮子大开口，他肯定把那只白兔送给我了。怪我？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？先回家，明日一早我就找媒人给你说媒。见到媒人上门，他肯定要跪着来道歉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这次必须60两。来喽来喽，兔子汤来喽！大家快吃吧。好香啊！爷爷先吃。爹，您伤还没好，多吃点。哥嫂子，你们最辛苦，多吃点。不用，我喝点汤就行。嫂子，吃吧，明天还有呢。这个谁啊？我。等等，之前谁说我坏的？二叔最好了，二叔最好了。小云天天给家里干活，也辛苦，吃个最大的。谢谢二叔。吃吧吃吧，不够还有。这变化太快，他们适应不了。
行了，剩下的就全是我的了。这泼皮人设也不能崩太快啊！这兔子不如烧鸡好吃。你们谁吃？二叔，兔肉真好吃。以后二叔让你天天吃肉，天天。真的吗？天天就好。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真好，有我在，一定让你们衣食无忧，天天吃肉。他爹，小陈好像真的变了一点啊。当然变了，以前他要是捡到兔子，肯定拿去卖了。你没看见他分肉的时候，爹都擦眼睛了。是变了，变得太突然，我反倒有点怕。你说老二会不会想把爹哄开心了，回头就去要田契？现在家里值钱的就剩那几块田了。瞎说什么？小陈不是这种人。就是二叔是好人，肯定不会这么干啊！死丫头，一只兔腿就把你收买了。我说你要不去看看，爹要是真糊涂了，你也好劝两句。劝什么？那都是爹的田，就算给了小陈，我能说什么？睡觉。爹，这就是家里的田契，给你哥哥嫂子留2亩，其他的你就拿去吧。跟陈花好好说说，我看那姑娘也挺看重你的，哄一哄就好了。穿越前我都没当过舔狗，穿越后去当舔狗，那不是白穿越了吗？爹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不是来要田契的，我是想学学怎么布陷阱，就能抓兔子的那种。你来就是为了学怎么布置陷阱？对，我今天捡到兔子的地方，发现了一个兔子洞，想试试在旁边布置陷阱，能不能抓到兔子。原来你小子打的是这个主意，要真是没荒废的兔子洞，倒是可行，还是明天早上再说吧。这夜晚点着油灯费钱。还有射箭，爹也教我吧，能带着弓游街，那才叫威风呢。小子竟然主动要求学射箭，虽然只是觉得猎户很威风，但只要一步步来，未必不能将其引入正途。教，爹明天就教。那爹早点歇歇，我先回去了。还好我来了，要还是原主，怕是过不了多久家就败光了。今天有肉吃吗？用昨天的骨头炖的汤煮了野菜糊糊，香得很。爹的伤还没好，2个小家伙要长身体，每天吃这个肯定不行，还是得多打点猎物，换钱挣点细粮才行。爹，昨天二郎去你房间干啥了？我看你们还点了灯。他说捡那只兔子的时候，发现旁边有个兔子洞，让我教教他怎么做陷阱。就这？兔子，二叔，你还要去抓兔子吗？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，顺便打柴？别跟着我。小吉，小黑山脚下，数只山鸡常在灌丛中取暖，傍晚靠近，或许会有所收获。中吉，小黑山南面正有狍子出没，带上猎弓，或许能有收获。大兄，曾经的狼王被迫来到了小黑山北麓，若能取得狼皮，可大赚一笔，但需小心狼王的攻击。看来狍子和狼王都没走。虽然狼王皮毛能卖个几10两银子，但现在还是这种不需要任何技巧的捕猎最适合我。大吉大利，今晚吃鸡。二叔，你是不是要去抓兔子？是。带我去，我也要去，我也能抓兔子。带你们去可以，但必须听话。要是不听话，我立马把你们送回来。好，听话，我们一定听话。小云要不要一起去？我去帮着看着弟弟。我已经6岁了，才不需要你看着。这样就能抓到兔子吗？等着吧，说不定就有兔子钻进去，只要被套住就跑不了了。走，捡点柴，没事的话我们就下山。啊，二叔，我们还没见到兔子呢。明天我带你们来看陷阱，说不定能看到活着的兔子。好吧，早知道抓不到兔子就不来了，捡柴好累。神奇小印！哪？
真的有！二叔，附近会有山鸡吗？嘘，往这边去了，跟我来。二叔，这里有山鸡吗？有毛？山鸡？二叔，这里肯定有山鸡！嘘，山鸡怕冷，现在肯定躲在那堆灌木下面。小鱼，你去左边；能文，你去右边。等我拨开草丛，你们就上手抓。走。山鸡，山鸡！饱了，饱了！小云真厉害。走，回家喝鸡汤。这叫恶人自有恶人磨，太痛快了！什么事儿这么开心？你不知道啊，孙寡妇跟说媒的王婆打起来了。咋回事？今早孙寡妇拽着王媒婆给陈大花说亲，那丫头张口就要30两聘礼，王婆当场怼她，咋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？孙寡妇反骂你这眼珠子不如痦子，两人扭打成一团。听说王婆走后，孙金梅母女又干了一架，不知谁占了上风。看来他们张口要30两，不是故意宰人，是真觉得自己值这个价啊。这种人离得越远越好，别扯上半点关系。二郎说的对，这种人碰不得。咋了这是？摔了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摔一跤怕啥？过来，娘给你揉揉。鸡跑了，鸡跑了！什么鸡？山鸡，我抓住了尾巴，结果它一下子飞跑了。真是可惜了，怎么不让你二叔帮着抓？一只山鸡那差不多100文钱了，能换10几斤粟米了。二叔抓了，我也抓了，就他没抓到。二叔快掏出来！你们抓到山鸡了？有4只呢。多少？4只！我的天，这么大！真有4只！二郎，这山鸡你们怎么抓到的？二叔可厉害了！我们下山时，他看到山鸡脚印，就跟着脚印去了山坳。那山坳里有一群山鸡在躲着，我们直接扑上去抓的。二叔一个人抓了3只，我抓了1只。二郎，这山鸡你准备怎么办？吃啊，还能怎么办？晚上先炖1只，喝汤，明天再炒1只，吃肉。这灾荒时节，哪有人一天舍得吃1只鸡的？二弟，家里没粮了，那剩下2只你们处理吧，反正我们仨抓的，我们要吃2只。那成，2只也能换20多斤粟米呢，够吃一阵子了。打猎可不是靠运气就成的，别太得意了。明白。嫂子，挑1只最肥的炖了，给爹补补身子。好嘞。爹，等我学会射箭，天天上山打猎，让你顿顿吃肉。德行。好鲜，这怎么做的？就多撒了点盐，没别的。难怪昨天兔子汤没盐味儿，这是马上能换粮，大嫂心里有了底气，多撒了1撮盐。有我在，以后每天都让你们安安心心。好吃，好喝。你1只鸡没抓到，还好意思吃这么多？就你话多，鸡肉还堵不住你的嘴。二叔还夸我了。明天跟我学射箭，学会了我把弓给你。真的吗，爹？你以为射箭那么容易学的？你要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以后别想碰弓了。我保证好好学。连着2天吃肉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
我现在感觉身子都轻快多了。你之前还说小陈想骗田气呢。以前小陈那德行，我哪敢信他突然就变了。要是他每天都能抓到山鸡，咱们日子就好过了。听说你家老二把家里口粮都卖了，这你都能忍？就卖点粟米而已。昨天二郎从山上打回来4只山鸡，进城能换不少粮。4只山鸡，昨天是你家炖鸡，我说怎么总闻到肉香，还以为饿昏了头呢。可惜了，1只鸡能换10好几斤粟米。本来我也说留着换粮，二郎说爹和2个娃娃正养身体，不能省，就留了2只，今天去换粟米。昨天炖1只，今天再炒1只吃。哦对，前天还打了1只兔子，也炖了。不过要我说，还是鸡肉香。那肯定的，冬天的山鸡都在养膘，肯定又肥又香。我说你这2天气色怎么好？原来天天吃肉啊！主要是我们家二郎有本事，我跟着沾光罢了。是啊，没想到那泼小陈还有这本事。那是，我们家二郎本事大着呢。今天跟着老爷子学射箭，这学会了以后，家里肯定不愁肉吃。胳膊别绷那么紧，用背的力，沉肩坠肘，腰要像开春的柳条，看着软，实则有韧劲儿。夹好，别掉了。低了，盯住眼神，看着这树疤，这就是猎物的眼睛，看着它，直到在你眼里大如磨盘。这小子竟有这等箭术天赋，果然是继承了我啊！不错，第1次射箭就能射中，多练练，应该能有我几分本事。到时候你就可以出去耍威风了。好，每次拉完箭都要揉搓肩膀，打猎回家最好泡个热水澡，否则年纪大了会留暗伤。爹，等我练好箭，我天天猎肉给你吃。这小子力道这么大。下一个练灵动。猎物是活的，所以你的眼睛也要活。盯着罐口，我往旁边扔石子，你眼珠跟着石子，但不能脱离罐口，期间手不能动，弓不能晃。再来，准备试一次。这小子灵动天赋也这么好。这18岁正是视力、瞬时反应最顶尖的年纪，穿越后五感又得到强化，对剑术增益极大，但力道还是差了点，才几箭就没力了。还得练，只要增强力道就够了。射艺这一行走得通。你技巧领悟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只剩练了。好。给你了，好好对它，每天记得用松浆擦1遍。谢谢爹。有了狗票和牛角弓，我也算是个真正的猎户了。爹，二郎，快回来吃饭！娘，今天有肉吗？想什么呢？哪家能天天吃肉？不过今天我用菜根炒了鸡杂，放了点猪油。二郎，另1只鸡明天再吃吧，吃多不消化。想长力气，以后肯定得保证每天吃肉。那明天可得做。嫂子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要是口淡了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爹把本事都教我了，以后我可不止猎山鸡了。现在学会了射箭，是时候打只狍子拿上餐桌了。命星山明。小吉，小黑山山顶，2株5年品天麻成熟，前去或许有所收获。天黑之前，带着鱼叉或渔网前往金石潭，或许能有所收获。中吉，小黑山南面正有狍子出没，带上猎弓，或许能有所收获。大凶，小黑山北路来了1只孤狼，若能取得狼皮，或许能大赚一笔。但孤狼正处于极度饥饿状态，必须小心靠近，否则容易被撕成碎片。看来卜卦的范围应该就是围绕着我的命星了。日后若是身份改变，说不定卜卦的方向也会变。昨天取了天麻卦签，虽然没去摘，但还是和小吉一起出现了。金石铜，鱼肉也是肉啊！快死了，难怪算是小吉。今天的计划就是采天麻、捉鱼。二郎，上山去。上山去看看，能不能再搞点肉。这是野菜和粟米搓一团子，我淋了点鸡油，带着饿了吃。谢谢嫂子。
我今天可能回得晚点，吃饭不用等我。还会说谢谢了，真是变了。又上山去，这泼皮真感兴趣。你可小声点儿，孙寡妇就是叫了他一声泼皮，被他追着砍呢。本就是个。小陈啊，上山打猎。陈叔，你家是不是还有2只鸡？哈哈，叔说着玩呢，你别在意。这泼皮的人设还挺好用。就这儿了。怎么没有？难道藏在石头底下？天麻须与朽木菌雷共生，看来就在这儿了。一头带尖牙嘴，另一头有凹陷肚脐，正是天麻，肯定在这儿。5年生的天麻，应该能值些钱吧？这趟上山不亏。天色还早，先去看看陷阱，再去金石潭。松鼠声音。这货看着尾巴动，身体也没比老鼠大多少，肉还又酸又死。看你可怜，放你走吧。原来你家在这儿。这小松鼠个子不大，倒挺能藏的。饶你一命，当然得拿些买命钱。坚果这东西虽然不算荤，但全是油脂，榨油出来煎鱼做个汤，这个不错，正好当鱼叉。这鱼比挂钱里显示的还大。这鱼怕得有14、15斤吧？完了，得快点回去了。这天气潭水进了靴子，时间一久，皮肉都能撕下来。好大的鱼！这鱼够吃一冬了吧？嘿，江二郎，哪儿抓的这么大的鱼啊？潭里。真的假的？金石潭有这么大鱼，我怎么没见过？二郎，乡里乡亲的，说说呗，我们家里都快没吃食了。就在金石潭，我运气好，抓到1条。还有吗？金石潭里什么时候少过鱼？不过能不能抓到，就看本事了。二叔，我帮你拿。不用，赶紧回去，让你娘烧一盆热水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这小子运气这么好，这是为了捕鱼掉河里了。这天气，在外面时间长，搅不动伤也得掉层皮吧。江辰兄弟，真是好大一条鱼啊！一边去！几天没见，怎么这么生分？你这腰上揣的是什么？别又捡了一只兔子吧？滚！我就问问，你打人干嘛？江辰，你有本事了，就不认当初的兄弟？这是把之前撒泼耍赖的手段用到我身上了。这两人不是关系挺好吗？怎么闹成这样？江家小子要改姓，不想再跟这泼皮扯上关系。这张老三心眼坏得很，
江二郎靴子都湿透了，不赶紧回家用热水泡，过会儿该冻伤了。姓张的，你是欺负我们外姓媒人是吧？谁欺负谁？明明是你儿子打我！别拿泼皮那一套对付我！老子是泼皮的祖宗！爹！老子杀的人比你杀的鸡都多，跟我玩泼皮无赖这套，给我滚！尿了！真的假的？这么大人还尿裤子了？这老江头还是狠啊，刚刚差点打死人吧？走，回家。快进来泡脚！冻成这样，不能直接泡，先搓热了再说。哼，老子给你摁脚，你还不好意思起来？爹，我这不是怕遭雷劈吗？哼，雷要是想劈你，早就劈死你了。前世从没体会过家的感觉，反倒穿越之后，老爹和兄嫂让我有了家的体验。老爹，兄嫂，我一定会好好守护你们。冬天抓鱼，你简直是太疯了！金石潭那边稍有不慎，可就真的没命了。爹，我有分寸，我就是路过时看到一条草鱼翻着白肚，才用鱼叉插起来的。你小子，以后冬天就不要去水边了，金石潭水深得很，掉进去没人救得了你。知道。为了你们，我也得好好活着。不过那潭水里的鱼看着可不少，要是上冻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凿开冰层，等鱼儿出来透气，大捞一窝。这鱼可真不小，就是这鱼肉太费油，没油的话煮出来不算好吃。还有这个，这么多的松子，哪儿捡的？找了个松鼠窝掏的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娘，炒着吃吗？你都吃多少好东西了，还吃？留2把给他们，其他的换油。成，你们歇着，我再去炖个鱼汤，晚点吃饭。你小子今天真是搞了不少好东西啊！我可能天生适合当猎户。爹，今天我在山上碰到个脚印，你看看是什么猎物？狍子，是狍子的脚印。可惜了，我现在上不了山，不然猎了这个冬天就好过了。爹，我想试试。你才没学会走呢，就想跑了？就当练剑了呗，反正每天空练也没用。试试可以，我正好给你讲讲怎么猎狍子。狍子这东西机灵中又透着呆，找对法子确实比其他野兽好打些。吃饭了，今天煮了素米饭，用鱼汤泡饭也不错。那个鸡肉就明天再吃吧，不然吃不过来。听嫂子安排。你记住这些，只要找到狍子踪迹，就有3成希望猎到。重点是剑术，要做到50步内穿过狍子毛皮，就得有足够力量。今晚把你的剑给我，我给你磨磨。好。爹，您多喝点鱼汤，对腿伤好。好好好。二郎，你最辛苦，也多吃点。这金石潭的鱼味道是真不一样。吃的好饱啊！要是有只烧鸡就更好了，不怕撑死。二叔，有人找。这张三婆没完没了了，昨天丢了面子，现在又上门来找麻烦。放开！你想干什么？没事儿，就出来看看谁找我。出来看看都要拎着柴刀，果然传闻都是真的。二郎，不要冲动！ ，咋回事？这是？
我以为是那泼皮找麻烦，没想到。敢问姑娘芳名？沈烟秋。秋叶林燕，研墨作诗，好名字啊！没想到传言中的泼皮还能说出这种话来。二郎这是城里去多了，说话跟戏台上似的。沈家丫头啊，你这大早上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听说，抓了一条鱼。我爹爹最近生病，想换些鱼肉炖汤，给他补补身子。这是2斤粟米，能换点鱼尾巴附近的肉就行。原来是换鱼肉啊，可鱼尾巴哪有多少肉，还全是刺，正好我才把鱼头剁了下来，炖汤最适合不过。多谢婶子，我家粟米不多了，给钱可以吗？嗨，一个村儿的，计较这些干啥？来，进屋来，我给你拿。会有这么可怕吗？先看看今天卦象再说。今日运势：小凶。小凶，小黑山侧峰山腰，一只白狐正在捕猎，现在前去可以寻到踪迹，带上猎弓可能会有所收获，但大雪天上山可能会遇到危险。小凶，小黑山南面正有狍子出没，带上猎弓可能有所收获，但大雪天上山可能会遇到危险。大凶，小黑山北路来了一只孤狼，若能取得狼皮，或许能大赚一笔，但孤狼正处于极度饥饿状态，必须小心靠近，否则容易被撕成碎片。好家伙，3凶前，这是不宜出门啊！是因为这大雪吗？那就只能休息1天了。婶子，这太多了，上面还带着好些肉呢。让你拿着就拿着，一个村的，客气什么？可这实在太多了。主要是婶子也有事求你。江家嫂子这是要给我和泼皮说媒，怎么办？我怎么拒绝？我家那孩子江能文，咋了娘？就是他爹给取名叫江能文，盼着他以后能读书写字，可到现在还没读过书。明年开春，我想把他送到沈先生那里读书。我这都想些什么呢？沈姑娘放心，等明年开春孩子去的时候，肯定还会教束修。对，就是学费嘛，反正就是这码事儿，你看行不？当然可以，这孩子也到了该读书写字的年纪了。我不要读书，我不要读。行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二郎，这大雪天的，你把沈姑娘送回去。不用麻烦了。没事儿，正好我也准备出门，顺路。我给你拎着吧。你怕我？我没有，只是觉得你跟传言中的不一样。传言中我是什么样的？泼皮无赖，这都是他们说的，我可没这么说。那实际呢？有点凶，但知礼，还会打猎，是个有本事的人。在这村子里，会打猎的确算有本事。我感觉你其实挺适合读书的，你说的话，那些都是从戏台上听来的。能记住这些，已经很厉害了。原来陈大花他们家的祖宅被沈家妇女买了。我到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爹，您怎么下床了？我只是染了风寒，又不是要死了，总不能天天躺床上。下着雪，你一大早出去做什么？我听说村里有人抓了条大鱼，就拿粟米去换了鱼头和鱼尾，给您炖汤补身子。我身子好得很，哪里需要补？家里的粟米不多了吧？没事的，爹，省够吃一冬了。秋儿，真是苦了你了。好大的鱼头，这大冬天的，鱼儿不好抓吧？是村里一个叫江晨的猎户在金石潭抓的。江晨，是那个卖光家里过冬口粮的泼皮。爹，您不是常教女儿人言可畏吗？我觉得她跟传言中不一样。秋儿，你可别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。此类不学无术之徒，最是会哄人了。爹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去炖汤，您再歇会儿。爹爹说的也没错，确实挺会哄人的。
二郎，那沈家丫头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跟嫂子还不好意思。不过啊，虽说她长得俊俏，可她瘦弱了点儿。若真的娶了妻，你可得给她养得白白胖胖的再生娃。这村里人想法这么直白。嫂子，这事儿先往后放放吧，我得去练剑了。小吉，金石坛上结起冰层，若是能敲破冰层，或许能有一些额外收获。小黑山南面正有桃子出没，带上猎弓，或许能有所收获。但积雪未化，赶路或许有些困难。狼王已数日未进食，若能取得狼皮，或许能大赚一笔，但需小心他的临死反应。又是金石潭砸冰捕鱼，这大雪天，万一栽个跟头，怕是有命补没命吃啊！这几天的雪是没白下，桃子也变成了小吉，还有这狼王也饿得从大凶变成中凶，再饿几天，我是不是就能白捡一张狼皮？不过现在还是猎狍子靠谱，竟然是3只，今天就是我江辰猎狍子的日子。二郎，这雪刚停就上山。我有直觉，今天能猎到好东西。带点吃的，山上冷，吃饱了暖和。好的，嫂子，别等我吃饭了。二郎，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哎，知道了。找到了。好家伙，这实战跟练习感觉太不一样了。我去，这小黑山的老狼王竟然跑到南边来了。要是找到狍子之前碰上狼王，那我就成他猎物了。妈的，果然老狼比人还贱，得找个时间把他猎了，否则以后哪敢上山。这货竟然敢把我当成猎物，唯有杀了你，才能一泄我心头火。狍子哪儿来的？当然是打的，没看脖子上插着剑吗？小黑山竟然还有狍子，我以为都跑二黑山去了。这二郎真把他爹的本事学去了，越发厉害了。二叔，让你爹来接我，累死了。好。爹，二叔打了只狍子。这狍子，你打的？难不成是他自己撞剑上的？晚上吃烤狍子肉，让嫂子多撒点盐。江二郎，狍子肉卖吗？对呀，卖一点吧，让我们也尝尝鲜。今年都没吃上肉。问我哥，我先看看怎么处理。要是卖肉，一定跟大家说。这江二郎还真有本事啊，竟能打到狍子。这已经几次没走空了吧？其他猎户哪有这手艺？谁进了江家，那真是好福气，以后还不得天天吃肉？看看人家，这大雪天上山都能打到狍子，你呢？我要是碰见，我也能打到。可狍子哪那么好遇见？这小子也是运气好。运气好，他家冬天的肉都吃不完了，还叫运气好？咱家这个冬天都快熬不过去了。
明天我也上山看看，能不能找到些野物。你怎么找到袍子的？运气好而已。打猎运气确实重要。明日拿城里卖了，你还没娶妻，卖的钱你留一半，剩下买粟米，应该够吃一冬。不成，咱们吃肉，留一半，剩下的在村里卖了吧。留一半，一半得有20多斤肉，吃到什么时候去？以后中午、晚上都要有肉，一天按1斤肉的标准吧。什么？一天吃1斤肉？咱们什么家底儿啊？干这么早？寻常人家1月吃1次肉就不错了，咱家里10日吃1次如何？李正他们家也就这个标准了。你放心，卖袍子的银子给你留着，日后娶妻用得上。看来好像不好当啊。打了不吃，那我打猎干什么？不如继续当泼皮算了。好，按你说的来，按你说的来。我就说卖钱哪有吃到肚子里实在。都依你。不过这袍子我可不会弄。我来，这剥袍子皮是门手艺，破了就卖不上价了。爹，你的腿。你看，好的差不多了。二叔，这狍子肉太好吃了，少吃点，别把肚子撑破了。趁着大雪还没完全封堵道路，得去县里一趟，把双生天麻卖掉，再买些精米精面回来。天天吃粟米，实在有些熬人，还得试试离了3山村，卜卦的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。明天我去趟县城。你又要去城里？上次去县里把家里过冬口粮卖了，这再去城里被花花世界迷了眼，变回以前那副样子，可怎么办？我去卖了狍子皮，还有兔子，顺便把粟米换回来。卖皮子去东市的皮货铺，你说是江家的，给的价格公道。对了，哪能借到板车？这么近，要什么车？我还得扛着粟米回来呢。你等会儿去李正家去招呼一声，他家有驴车，拿上2斤狍子肉去，他应该借你。你会赶车？不会，让你大哥大嫂跟你一起吧，正好把过冬的东西买齐，再下2场雪，就彻底封山了。也好，那就辛苦大哥大嫂了。陈叔，在吗？江辰，你来干什么？这语气是和原主有过节。哈哈哈，陈大哥，我这不刚打了狍子，给你们送点肉来。你运气真不错。江家二郎啊，进来坐。你有心了，打了狍子还想着送点来，坐会儿喝杯热水。陈叔，我就不做了，今天来主要想借您家的驴子用1天，明天进城一趟。可以。要板车吗？要的，回来可能要少买些东西。我让玉堂把车套好，明天一早你过来取就是。谢谢陈叔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爹，你借他车干嘛？这冬天路多难走，伤到驴子咋办？收下了，我能不借？要不是他突然开操了，江家那几块水田明年就该是咱家的了。急什么？我有信他运气能一直这么好，而且就他这么败家，多少家产也不够败的。等着吧，我一定把江家那2块最肥沃的地拿过来。爹，张三婆又上门了，说家里没粮过冬，想支些铜钱。他拿2斤粟米，别让他再来了。事儿没办成，还好意思耍泼皮无赖那一套，真以为我们好欺负不是？好，这就去。这是我爹心善，赏你的，以后别来了，我家不欠你。这二哥，当初说好的，我让江辰卖了家里的干粮，你们给我1两银子，说好的1两银子。做你的美梦去吧，我们没拿到地，哪有你的银子？你看看江家日子现在过的，整日大鱼大肉，像是要卖田的样子吗？这也不是我的错呀，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。赶紧滚远些！我和爹还跟你好生说话，你要是再纠缠不休，等大哥回来，可就不是这样。江辰，你为什么不死？我明明临走时解开你身上的口子，你为什么没冻死在路上？都是你不死，我才落到这步田地。张三坡，他来这儿干嘛？难道是借粮？大哥之前差点来借，连借据都写好了，我穿越过来才没来借。大哥还是太老实，这种地主就等着荒年买田。今年1年，陈家坝是要赚得盆满钵满了。江大哥，狍子肉还有吗？就剩这些了，你应该不要吧？果然还是来晚了。有的，家里还留了一半，
本来是自家吃的，给你匀出一些来。那我要一斤。二郎怎么样？说好了，明天卯时去拿车，然后进城。好嘞，沈姑娘，要不要二郎送你回去？不用，不用。你们准备明天进城，可以带上我吗？我可以给钱。你爹的病还没好，这场雪下来，病又重了，家里的药也快吃完了。行，那就一起吧。那我明天早点过来。谢谢陈哥。我和你婶子去把狍子皮和脚卖了，你带着沈丫头去典当行，之后再去抓药，之后办你自己的事儿。申时之前，咱们就在城门口集合。好，照顾好自己。我们先吃个面再过。小二，来2碗面。那我要付钱。好，那我就多谢沈姑娘请我吃面了。您的面。你还真是经常去听戏啊。我哪有钱听戏，只是听别人哼2句而已。这古代的大家闺秀果然不一样，真美。不知在这县城卜卦会不会有什么不同？果然有变化，内容和在山里完全不同。今日运势评：小吉，东市摊贩，有人正在售卖药材，其中缠杂一根不为人知的野山参。中吉，西市街道，有人正在售卖猎刀，买下之后或许能有一番收获。中凶，花香楼有富家女子落入风尘，若能将其救出，会获得丰厚报酬，但需小心随后而来的报复。不对，一个药材，一个猎刀，怎么还是和山有关？难不成因为我现在的身份是山民，没有口粮的时候捕挂猎物，进城了就是获取有助于狩猎的信息？这救风尘难道也跟山民的身份有关？不过救风尘还是算了，自古以来开青楼的哪个不沾这些黑恶势力？还是保命要紧。江晨，我吃好了。哦，好的，那先去典当行。两位当些什么？我们春风典当行金银铜铁锅碗布衣都收。难怪这2天一直带着这簪子，怕是舍不得典当，想多带几天。银胎花枝摇，翠色飞边，珠坠缺损，玛瑙开裂。你胡说，我这明明是好的，拿过来，我不倒了。这只是行话，行话，两位别介意。我也不多说了，若是真想卖，我给你个实价，3两银子，当期6月，如何？这簪子竟然值3两银子，3只袍子的价钱了。看来沈朗妇女以前的身份不简单啊。低了。那5两银子，这是最高价了。8两，不然我就换一家当铺。得嘞，8两。操，还是要收。谢谢你。谢我干嘛？若不是你在，我怕是卖不到这个数。光说谢可没什么诚意。那我请你吃羊肉面，怎么样？当然可以，不过我今天吃太饱了，下次吧。这小姑娘防御太低了，斗一斗就脸红。那就下次。我们接下来去哪？药铺在东市，那就先在西市逛逛吧。好，我还是第一次和爹爹之外的人来县城呢。这就破刀2两银子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就是，这哪里的骗子？怎么跑到永年县行骗来了？刀，这就找到了。卖什么呢？卖刀，看看。怎么锈成这样？祖上留下来的刀，放得太久就锈成这样了。多少钱？要不是锈成这样，怕是早被当铺收了，也不会在路边摆摊了。2两银子。这么把破刀，还真想卖2两，2文钱都嫌多了。凭什么值这个价？我爹说这是把宝刀，我觉得他该值这个价。不是冬天实在熬不过去，我娘子卧病在床，我也不会拿出来卖。最低1两半，光抓药就要1两银子，我还得买些粟米过冬。我以为卜卦指引的怎么也是把宝刀，没成想这般模样，这也能叫终极？你祖上就留了这一把刀？是啊，当初是我爹亲手连盒子带刀教给我的，之后家业衰败，我也没时间日日保养。再打开时，没曾想竟锈成这样。
我再转转，申时之前会再来一趟。最低真的就1两半了，不然我们家真过不了这个冬。你真想买那把刀吧？有点想买，家传宝刀才1两半银子呢。其实我和爹逃难时遇过类似的事情，那次爹花5两银子买了本古书，回家才发现是做旧的。你真想买的话，我可以借你银子。多谢沈姑娘好意，不过钱的事儿，山人自有妙计。骗人！你不信？你说话跟戏本上似的，肯定天天逛戏楼。其实只是偶尔。你没去过戏楼？没有，爹不让我去那种地方，我只看过戏本。这样，先买东西，买完带你去看戏。可爹说戏楼很乱。有我呢。走，先买东西。桔梗怎么卖？10个铜钱1斤，来1斤。秋天晒的，现在正合用。这条街上竟有4家卖桔梗的，看来还是得靠挂签了。小吉，东市摊贩，有人正在售卖桔梗，其中掺杂着一根野山参。走，去刚才那边。果然，野山参就在这儿。老板，桔梗怎么卖？又是你，到底买不买？不买别耽误事儿。我这不是货比3家吗？别家都卖10文1斤。那你去买别家的，我家的12文1斤，不还价。还是你家的品相看着好，称1斤吧。算你小子有眼光，自己挑，保准比别家的药效足。这桔梗明明没刚才那家品相好，还贵2文，你怎么偏买这家的？江叔染了风寒吗？你买桔梗做什么？家里没人生病，你认的药材。看过些医书，桔梗能利5脏肠胃，补血气，除寒疮风痹，温中消。看看哪株不一样？什么不一样？不都是桔梗？这是野山参，你怎么认出来的？就摆在那儿啊，你能认出来，我怎么会认不出？我可是从小在山里长大的，现在信我能挣到买刀的钱了吧？信了，看来那些说你不学无术的传言都是假的。不容易啊，终于要摆脱原主的泼皮人设了。不过无赖好色大概是真的。我必须严正声明，这才是最大的以讹传讹。现在去药铺。掌柜，抓药。要几日的？10日。8000银子或者900大钱。掌柜，收药材吗？什么药材？仙货天麻，还是一株双生？你运气不错啊！既然掌柜也觉得稀罕，就给个实在价吧。这小子肯定还有别的药材没拿出来，若是价钱给的不妥，怕是不会卖给自己了。天麻这种滋补药，转手就能赚1倍，可不能让别家药铺收去。5年生的天麻，若是单株，可算5000银子。双生虽是吉兆，药效却无差，但讨个吉利，我给你1两5钱，如何？掌柜厚道。那你身上那株也拿出来一起看看吧。这老头可比前世的领导好拿捏多了。可惜了，采摘的太早，年份不到3年，晾晒时又没上新，根须掉了大半，品相太差。还请掌柜开个价，搁在我手里也是糟蹋。2两5钱银子，如何？这品相，这价已是顶高了，全当是结个善缘。日后你在山上再采到草药，尽管送到我这儿来就是。这品相破损的野山参竟能卖2两5钱，果然是花花轿子人抬人。掌柜这么说，那我也不往上叫了，按您说的给就是。一共4两银子。有这4两银子，买精米精面够吃一阵子了。这家伙这么点时间赚了4两银子，居然这么平静。走，先去把刀买了，然后看戏去，我请客。好，看戏。身怀这种静气的人，怎么会被当成泼皮呢？
可这终究是一把绣刀，能是家传宝物，肯定有啥秘密，否则不至于传这么久。挂签显示中级，起码也是一只袍子的价格。反正有挂香之意，肯定不会亏的。也可能那男人说的是假话呢。买都买了，回头再说，先进去看戏。两位看戏，里边走。唱的哪一出？京中府第4攀斩奸相。两位坐哪儿？散座也有茶有水，一人10个子。前桌位置，茶水瓜果随意吃，100铜钱一个人。前桌。这有什么好激动的？你先好。你有一手汗。你混蛋！我去，这么厉害吗？真的冒烟？完了，好像真的有点生气了。不过生气的样子也怪好看的。那个，还看吗？还有下一出呢，还看吗？不看了，回家。登徒子。戏好看吗？下次来还带你看，好不好？再加把火，应该能拿下了。沈姑娘，怎么买了这么多粮食？有一半是我买的，不是说好粮食我来买吗？你买这么多做什么？你买的是粟米，我添了点精粮，这么点路还花钱雇人，败家子儿，真是败家子儿啊！这不年不节的，谁家吃这么多精米精面？哥，你说啥？总比去买酒肉一顿吃光要好。也是，狍子皮和脚都被我卖了，你哪来的钱？之前在山上采了些药材，拿去药铺卖了，正好购买这些药材啊。这大冬天，药材可没那么好挖的。最近二郎的运气的确不错。这是剩下的钱，你收着。下次进城再买些其他的。先去沈家吧，把粮食放下。好。爹爹，燕秋，回来了。这几位是？这是江家大嫂，这是江大哥、江二哥。今天多亏了他们，我才能把粮食和药买回来。江晨，哪些是我家的？爹，这2袋是咱家的。燕秋，放哪儿？储物在左手边。老邓，我驴车停你门口应该安全吧？沈先生，那我们先回去了，不送。今天多谢江大哥、江大嫂，赶紧回去吧。哎，还有我呢，给我进来！沈先生好像不太喜欢小陈啊。二郎之前的名声，哪家会喜欢？哼！再说沈先生心高气傲，二郎要是想娶沈家姑娘，怕是难得很。大哥嫂子，你们就别操心这事儿了。说什么呢？我是你大哥，你的终身大事我能不操心？要么就换一家姑娘。你现在有本事，说亲也没之前那么难了。还不回家？爹，二叔，喵！赶紧回去吃饭。是什么这么香？烧鸡放在车后面的。烧鸡，回家吃烧鸡。先吃这个。二郎，有钱也得省着花，这烧鸡也太贵了。没事儿，给孩子吃嘛。大哥嫂子，你们也吃一块。马上到家吃饭了，我不吃。吃，不吃全被这臭小子造光了。哈哈，就是这个理。我们回来了，怎么买了这么多？还有精米，一张狍子皮能换这么多东西。二叔，烧鸡！你哪儿来这么多钱？
您别多问了，吃就行了。嫂子，晚上用粳米煮干饭，还有狍子肉、烧鸡，再弄个素的，咱家吃顿好的。你呀你，哪顿吃的差了？还非要特意吃好的，谁家敢这么过日子的？总有更好的嘛。嫂子，辛苦你了。辛苦啥？我这就做饭。这啥玩意儿？哪来的绣成这样的刀？宝贝，保你个头！当我没见过猎刀，这刀都锈成这样了，再好也成废物了。你是不是在县城被人骗了？别这么磨，刀都锈成这样，你这么用力会断的。要是断了，就说明它不是宝贝，这就断了。我就说这绣刀不可能是宝贝。嘿，你还不信你老子打猎几十年的眼光？多少钱买的？1两5钱。什么？你说啥？花了1两5钱银子买的。难道就因为没取挂签，想自己赌一把，然后输了彻底？重疾并不是刀，而是其他的东西。你个败家子！1500文够一家6口过整个冬天了，现在咔一下没了。你呀你，被人骗了都不知道。是不是说什么家传宝贝一刀难求？我跟你说，这全是做旧的。这刀的材料根本不是好铁，哪能打出宝刀？这盒子也没什么特别的。这盒子看着倒不错，像是香樟木的，值个1两百文。这些骗子倒是够下本的。难道盒子才是宝贝？作孽呀，作孽呀！果然，真正的宝贝在匣子里。这卦象竟然提示我买刀，实在缺德。奔雷拳，拳法，武功，银板。这块银板起码3两重吧？这趟真是捡了个大漏。我就说这是宝贝吧，射术加拳法要是都有所成，日后上山打猎也更有把握了。是宝贝，是宝贝，这3两银子够你娶亲的花费了。爹，宝贝不是银板，是上面的字，这上面记载了一门武学。奔雷，跟我进屋。奔雷拳6式装功，9式打法，是武学，果然是武学功法。大运啊，真是大运啊！难道我江家真要在你手上兴旺起来？爹，这世上真有武功？自然有，那些名门大族哪家没有家传武艺？只要家里有门武学传承，不管强弱，都能在一方称雄了。这是你得来的，该由你处置。用得好，你这一脉肯定能发扬光大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打算把功法拿出来，让大哥能文都练练，你也练，总能强身健体不是？你愿意拿出来？其实我那天差点冻死，醒了才觉得以前活得荒唐，总想着弥补一些。小陈，你真变了啊！好，不过练武之人每日要食1斤肉，家里就半只狍子了。要不还是你先一个人练着，我能占卜吉凶，背靠3山。没事，爹，封山前我多上山几趟就是了。只要经常上山，就能猎到足够的猎物。修行这气血武道肯定不是问题。还是先紧着你一人修行。开春后，我跟你一起上山，有了足够的猎物，让你先有所成，再让你大哥和能文修行。好。爹，小陈出来吃饭了。来啦！既然这样，这事儿就别告诉你大哥，在你有所成前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好撑。二叔，烧鸡太好吃了。这日子跟做梦一样。
燕秋，这段时间苦了你了。不过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去的。都这样了，真的能回去吗？所以你千万别被那泼皮骗了，你们不是一路人，知道吗？爹，我都说了跟他没什么，你别瞎想了。这样最好，以后你跟他少来往就是。我吃饱了，给你煎药去。双脚与肩同宽，脚尖稍外撇，屈膝沉胯，如坐高凳，脊柱挺直，双手环抱胸前。练武果然不是那么容易，吃那么多，本来足够我撑到明天早上的，没想到战盘3次就已经消耗殆尽了。不过这也不是正说明我练的是对的。睡觉，明天继续。昨天练了一晚，居然一点不酸痛。命星，山民。小吉，金石坛上结起冰层，若是能敲破冰层，或许能有一些额外收获。小吉，小黑山东面山腰处，一只狐狸正在觅食，沿着脚印寻找，或许可以有所收获。大凶，狼王被驱逐到小黑山，取得狼皮必能大赚一笔，但他已经饱餐一顿，精力充沛，若没有足够的把握，小心接近。果然啊，吃饱的狼王变得更危险了。不过一只小狍子也不够他支撑多久，等他虚弱时再准备猎杀。金石坛现在冰应该很厚了，等有凿冰工具再说。不过这个狐狸很不错，要是白脸狐皮，今日的目标就是猎狐了。我操，白狐，而且没什么杂色，这不得7、8两银子？江二郎，上山去啊！陈叔啊，你怎么也上山了？还不是因为你小子打了只狍子，我家那娘们儿非说我在家躺着吃白饭，不如也上山试试。可这大冬天的，哪里能打到猎物啊？这时候上山不就是碰碰运气？说不定陈叔运气好，今日能见个大红呢。二郎，不如我们结伴，叔给你打打下手，有什么猎物你先挑就是了。还是算了，我就随便转转，估计跟陈叔你走不到一路去。我先上山去了，祝陈叔你上山见红。实在不行，只能打些斑鸠了。就这儿了。好皮子。得赶紧下山，趁体温未散，赶紧剥皮。二郎，怎么这么快就下去了？见红了吗？你猎到一只白脸儿，今天运气不错。二郎真是有本事了，你这打猎的本事比你爹也丝毫不差了。陈叔，你说笑了，我就是运气好，比我爹还差远了。陈叔、顾叔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得赶紧回去剥皮，否则凉了就不好弄了。好，那赶紧下去，有时间到我家来玩啊！我让你婶子做桌菜，好好招待你。好，这小子运气还真是好，这么半天就猎到一只白脸儿，那皮毛拿到城里，恐怕能卖上5、6两银子吧。你多久没进城了吧？皮子又涨价了，那张皮卖到8两银子，我也一点不觉得奇怪。多少？8两？爹，快来剥皮！大白天叫魂呐，我还没聋。剥皮？剥什么皮？你抓了什么？白脸儿。嚯，你小子到底走了什么大运？这么半天能猎到白脸儿？好大一只白脸儿，这毛好漂亮，这皮子真是没得挑，剥好了能卖7、8两银子。憔悴，烧盆热水。皮子剥好了，3天后可以拿去卖，到时我跟你一起，正好带你认认人。成，正好也给老爹你再看看腿。我这腿还看什么？不到开春就能好。可别，您要是瘸了，明年可没人带我去二黑山了。那山里窝子多，我可不敢一个人去。你小子咒我是吧？叔，你什么时候再进城啊？我还想吃烧鸡。给你能的，狍子肉还吃不得你。姐，明明昨天烧鸡你也吃了不少，但狍子肉也很好吃啊。
二叔，你要是再进城，能给带一点针线吗？我想跟娘学缝补。好，下次我进城给你带。谢谢二叔。二叔，你要老婆吗？村东头的翠玉姐想跟你成亲。这事你别管，好好吃你的饭，大人的事不用你管。家里肉也不多了，接下来2天还是吃些野菜吧。不用，几个孩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肉要吃够。爹居然同意二郎这么吃肉。再过3天我也进城卖了狐皮，再买半扇猪回来，差不多够吃到开春了。哦。训练虽然辛苦，但气力的确有增长，肌肉也有线条了。看看今天卦象，当前命星山民，今日运势小吉。小吉，金石坛上结起冰层，若是能敲破冰层，或许能有一些额外收获。小吉，小黑山上一棵松树被风雪压倒，拖回来是不错的木材。小吉，小黑山谷中树株黄金干货藏于腐叶下，前去或许有些收获。狼王呢？难道离开了，不在小黑山？血亏啊！一张狼皮20-30两银子呢。希望还能回来。哥，上山砍柴去。差不多了吧？前面都是松木，枝桠太高，打不了的。再往前走走吧，我再看看有没有猎物打一下。行，那就去吧。小陈，快来！这是松树，这被雪压倒的，我们可以搬回去吧？肯定能！快来搭把手，这可是一棵松树，能值1两银子呢。带回去，等你成亲可以打张床了，用个10几年都不坏。这怎么过去？从河面走呗，这冰应该差不多够厚了。要不把松树放冰上，我们在桥上拉。你怎么越来越胆小了？这不是上次挨了冻，有点怕。那成，不过这绳子不够，我回家拿2节麻绳，还得再找2个人帮忙。哼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不用装，我知道你现在得意的很，以为打了些猎物就能引起我的注意了。啥？行吧，我承认，你现在确实比之前有本事了。听说你昨天打了一只白狐，把皮子送给我，我就当之前的事儿没发生过。聘礼嘛，我娘说40两就行。妈的，怎么这种自以为是的不幸女哪儿都有啊？一边去，我还有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滚一边去！我现在没时间搭理你。孙婶儿、陈花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？江晨说把昨天打下来的狐皮送给我，我还在考虑要不要收呢。那狐皮不是说值7、8两银子？江晨送人了？说送就送？不可能吧？哥，他得失心疯了，做白日梦呢。我就说，那张狐皮可是值8两银子，怎么可能说送人就送人？这陈花现在是嫁不出去，得失心疯了吧？顾大哥、顾二哥，麻烦你们了。不麻烦，不就是搬个木头吗？你们一路搬下来都累了，我们俩来吧。真是棵好木头啊，这木材足够打张床了。你们在哪儿找到的？我哥眼尖看到的，我都没发现。江晨，你走了就再也别回来找我了，你一辈子也别想再见我。一言为定。双喜临门！我都说了让你态度好点，态度好点，你怎么又把人气走了？你还说！要不是你妈江晨50两聘礼，我们明天就要成亲了。叫他泼皮，那能算骂吗？他本来就是。你还说！我撕了你的嘴！你疯了！我可是你娘！估计要不了多久，李正就会上门了。怕什么？反正断茶在这儿，
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别，等会儿，拿3斤粟米回去。不用不用，就这么一小段路。这木头可不轻，要不是你们俩，我还拉不回来呢。下次有什么活再叫我们。我们兄弟俩别的没有，就是有把子力气。好。张叔来了。谁？张长青，小时候还抱过你呢。哦，来干嘛的？这不是你打了一张皮子的事传出去了吗？张叔上门想要借钱。借钱？江哥，我也不占你便宜，还是9出13回，填期抵押。不过你宽限我1年，后年我连本带利还你。江老哥，你要是不帮我，我们家是真过不去了。那行，等卖了皮子，我借你1两银子。不过这事儿你别往外说，我也不想挣这份钱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真是好一棵松木啊！你们费了不少力气拖回来吧？我就看看松木，不是砍的就成。不早了，我就回去了。李正，慢走。爹，张叔之前也帮过我们家，就借1两银子，你有什么叹气的？你懂什么？恐怕张叔的几亩田早就被陈丰田看中了，我们横插一脚，他们要不高兴了。啊，都一个村的，不至于吧？不至于。你以为陈家100多亩田哪里来？能当地主的就没有好人。张三坡死没？没死让他过来见我。好，爹，我这就去找。问心山民今日运势小吉，小吉。金石坛上冰层渐厚，若能敲破冰层，或许能捕到不少鱼。小吉，小黑山北面无名谷中有2只长尾雉鸡正在活动。中凶，狼王伤势加重，食物耗尽，带上猎弓前去捕猎，或许能收获狼皮，但要小心狼王的反扑。狼王回来了，伤势又加重了，可还是中凶，对我的危险程度完全没变啊！我可以趋吉避凶，何必去搏命？再等等。北面无名谷长尾雉鸡，这鸡的尾羽可是极佳的箭羽材料，要是能捕到，后天就进城升级一下箭矢，为猎狼做准备。谁在看我？居然跟我跟到这里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。奇怪，江晨去哪儿了？这张三坡一而再再而三，还真以为自己没脾气。我还以为是有山狼跟上我了呢，原来是你啊！什么山狼？这里哪有狼？你就是故意的！你完了！我告诉你，我要去官府告你持弓伤人，你等着被流放吧！既然这样，那恐怕没办法让你回村了。你要是死在这儿，应该没人知道。你别干傻事儿，杀人是犯法的。只要没人知道不就行了？反正山上每年都得死上几个，随便往哪个窝子一塞，等有人找到你的时候，就只剩骨头了。别杀我，求你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绝对不会告你，而且之后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说吧，谁让你跟着我的？不想说，真的只是你好奇。我说，昨天早上陈玉堂来找我说让我跟着你，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打到猎物的。就算找不到原因，只要跟着你，知道你每天去哪儿，就给我1两赏银。果然是他呀！难道张三坡早就和陈玉堂暗中勾结？原主的死和陈家有关？说你和陈玉堂什么时候开始勾搭上？你为他都做过什么事？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是消耗我的耐心，或者骗我，我不介意现在就杀了你。我说，秋收之后，陈玉堂听说你家里收成不好，就找上我了，说只要能哄你败家，让你们家过不去这个冬天，他们就给我1两赏银。本来你把口粮卖了，我就能拿到钱了，快带我回村，不然我真的要死了。原来如此，从始至终都是陈丰田在背后谋划，这陈家还真是为了兼并土地，无所不用其极啊！江晨，快救我！等回了村子，我还能给你作证，让陈丰田去坐牢。江二郎，你这长尾雉鸡在哪儿猎的？你告诉我那地儿啊！同一地，我们打的是山鸡，你打长尾雉鸡，一只顶我们5只不止啊！这运气也没谁了。这得多谢陈叔，有时间来家里吃饭。
早知道我们就不该说山鸡的位置。知不知道什么叫气运？信不信就算我们去了，也找不到长尾之鸡。爹，张三坡的婆娘找上门来了。干什么？白天张三坡跟着江晨上山，天黑了还没下山，他婆娘担心，就找上门来了。他婆娘知道张三坡是在给我们做事，这么晚还没下来，再等等，说不定是跟得太远了。江晨呢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天黑前1个时辰就到家了，还打了只长尾之鸡。别是张三坡跟踪时被发现了吧？然后被江晨……要真是这样，反倒是好了。陈玉堂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让我男人去做事，他这么晚还没回，你们得负责。这个张三坡怎么什么都说？我都说过了，让他把嘴闭紧。行了，把他叫进来。亏我还以为那老狗很良善，没想到是豺狼一样，为了谋夺田地，逼我家断粮，甚至差点害了你性命，现在还不放弃。这陈丰田，我还真是小看他了。爹，你觉得怎么办？张三坡呢？小黑山里来了一头老狼，我将他引到南峰放了血，引来了牢王。张三坡现在应该已经尸骨无存了。做得不错。要是做得不干净，我们就只能趁夜做了陈方田满门，逃命去。明天一早，陈丰田肯定会带人上山找张三坡，到时候你跟着一起，若有什么遗漏就遮掩一下，后面先将此事藏在心里。陈玉堂、陈丰田一个都跑不了，其满门皆可屠。放心吧，爹，我就当不知道这事儿。今天也没见过张三坡。这尾羽真够漂亮的，有这尾羽，你的剑能多往前飞10几步。无风时60步内一剑毙命袍子不成问题。60步，低了。对付山鸡狐狸，65步内肯定一剑必杀。若是野猪狼王，还得拉近距离。这些尾羽打造8支箭不成问题。明天、后天再进城吧。怎么进城？去陈方田家里借啊！你不去借，他还觉得你心虚；你去了，他不借，那就是他心虚了。这次不用带那么多肉，他肯定借你。明白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去的时候自然点儿。张三坡昨夜上山未归，玉堂你带队，随村里猎虎上山寻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爹，山上有狼王，太凶险，我不会打猎，去了就是送死。我去。你主动寻人？乡里乡亲，就算有过节，也不能见死不救。我们一起，人多互相照应。上山小心，注意安全。江晨，你真见过牛仔大的狼王？咱们回去吧。张三坡肯定冻死或者被狼吃了。嘘，有血。回村吧，跟李正说，人找着了。三婆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，丢下我一个人？是你对不对？是你杀了三婆！嫂子，这是什么话？我和三婆这2天虽然有些嫌隙，可怎么也是结义兄弟，有什么理由害他？再说，人是狼王咬死的，大家都看见了。就是你因为……赶紧来2个人，给他灌2碗凉水，别悲喜过度，得了失心疯。嫂子别急，这仇我一定替义兄报。江二郎，今日辛苦你了。上山走一趟而已，有什么辛苦的？有事儿？还是来借车？没问题。果然跟老爹说的一样。今晚我让玉堂把驴车套好，明天来拿就行。谢了陈叔。爹，他又来干什么？借车，去城里买那张狐皮。运气真好，那之后怎么办？暂且忍忍吧，他们家想起事还早着呢，翻不起什么大风浪。三山村容不下2个地主。村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今天怎么闹出这么大动静？听说是小黑山来了头狼王，这个冬天可能会闹狼灾。李正号召村里的壮丁把巨马搬出来，
提前防备呢。狼灾啊，还真是哪里都不得安宁。你最近就别出门了，过完这个冬天，我们去县城租房。这里住的挺好的，为何要搬走？爹，我去看看。你来干什么？明天辰时在这儿等我，带你去县城。燕秋，谁啊？辰时啊，我不。怎么没人？是村里的孩子捣乱，我一开门就跑了。那赶紧进来，外边风大。总得跟他说清楚，不然他会白白等在门外吧。之前没发现，这泼皮长得倒不输京城那些翩翩公子。走吧。我不去，我是来跟你说清楚的。爹爹不喜欢你，以后你也不用来找我了。之前的事，谢谢你。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跟我走。这是沈家丫头吧？快上车坐着。放开！爹，你腿还没好透，要不还是让大哥来吧。什么没好透？早就利索了。再说赶车又不用我走路。行了，赶紧上来，小心些。嗯。江老头又打到什么好东西了？白脸儿，皮毛一点没伤着，难得啊，还得是你呀！我儿子打的，不是我。李叔好。不错不错，一看就是拉弓的好手。以后打到东西，先往我这儿送，保准给你实在价。多谢李叔，下次我肯定过来。别说以后了，这皮子你先给个实在价。这包皮的手艺，永年县你称第二，怕是没人敢称第一了。今天皮子行情涨了，这张卖到9两是常价，碰上个舍得的主，给10两也可能。那你是舍得还是不舍？哈哈哈哈！你这么久才来一次，我还能坑你不成？10两5钱，这价格够良心了吧？一张袍子皮才卖不到半两银子，这狐皮竟然可以卖出10两多的高价。行，那就这价。得嘞，我这就给你取银子。下次再有好皮子，往我这儿送就是了，保准整个皮是我给的价最高。好的，李叔。把你的剑给我，我去重铸剑时，你带燕秋在县城逛逛。爹，记得买冰签凿子。知道了，走吧走吧。这沈朗心比天高，得多攒些聘礼才行。看来明年开春还是得去二黑山啊。你别，9两银子，正好够赎回簪子。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这个送你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这本来就是你的。走，带你吃面去。我爹他不可能让你别再想这事儿了。老登啊。老登，
他不同意有什么用？你同意不就行了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能由着我们自己说了算？这么说，你同意嫁我？我可没说。放心，老邓那边我去说通，你等着就是。快吃吧，吃完带你去逛街。命星山民今日运势平。平东市街道有人售卖幼兽香配方，购得后或对捕猎有注意。小吉武馆主红河太之女洪青言于永年县失踪，正委托聚乐楼搜寻，若能获得线索，可去聚乐楼兑换适配奖励。中凶花香楼有富家女子落入风尘，若将其救出，报仇丰厚，但需小心后续报复。居然有幼兽香配方，只是这个显示屏看来价格不便宜，但若能购得配方，也是桩不错的生意。我吃好了。走，逛街去。幼兽香配方也卖，5两银子，方子给你。对虎狼之类的也有效。要是这方子对狼王有用，5两银子倒也值得一买。当然没有，不过能遮挡人身上的气味。真要猎虎狼，带些新鲜血肉就行了，哪用得着搞这么麻烦？既然这样，打个对折，2两5钱，我拿走。爹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就差你了。别急呀，我方子还没卖出去呢。这是要走了，想赚最后一笔。3两5钱，你拿走。1两5，2两，最低2两，再低我死了都不给你。行吧。你怎么总能碰见这种事儿？因为我会算卦呀。哥，到爹房间去坐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再说？这费灯油呢。是大事儿，你进来就是了。爹，你先看这个。幼兽膏，好高，是城中张大富家的幼兽香吧？只有他家的能有这个味儿。这放进陷阱，捕到猎物的机会恐怕要多上2、3成。对，就是他家的。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看这个呀？这是制这种幼兽膏的方子。什么？你哪来的方子？不是被骗了吧？真的，那张大富要搬去郡城，他儿子好像也发迹了，可能是卖了方子，想赚最后一笔。你花了多少钱买的？2两。2两二弟啊，钱不是这么花的啊！你打到狐皮是有本事，但也得有3分运气。你懂什么？我也没说错呀。你知道张大富靠什么发家吗？就是这张方子。要是真的，2两银子绝对是我们捡了大便宜了。爹，你的意思是制幼兽香卖？永年县的村落都临近大山，你知道有多少猎户吗？每年开春，哪个猎户进山不准备些幼兽香？只要卖得好，一个开春就能把2两银子挣回来，往后的都是白挣。那这就是一只下蛋的鸡呀！我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按照方子买了不少上面需要的药材。哥，你最近没事儿，正好试试能不能配出来。好，明天天一亮我就试，保证配出来一模一样的幼兽香。今日运势小吉，小吉，金石坛上结起冰层，若是能敲破冰层，或许能有额外收获。运势加成，今日捕鱼，你可能会获得额外的渔获。小吉，小黑山中有地黄成材，前去发掘，或许可以小赚一笔。运势加成，你挖掘药材的难度略微下降。中宣，小黑山中一只受伤的狼王伤势加重，带上猎弓前去捕猎，或许能收获狼皮，但要小心狼王的反扑。运势加成，此行会稍加顺利，你追踪狼王的踪迹更加简单。狼王还是重凶，再等几天，应该就能上山收拾他了。凿冰工具买回来了，今天就去捕鱼。嫂子，大哥呢？谁知道他中午想吃什么？有鱼、狍子肉、鸡肉，还有你昨天买的猪肉。中午我想请顾大江兄弟俩来吃饭，多做2个人的量吧。用精米煮一锅饭，炖个鱼汤，再用萝卜炖锅猪肉。这是干啥呀？不年不节的请他们吃饭，还煮这么好？请他们帮忙干活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
就算干活也不用这么铺张啊！这大冬天的，各家劳力都在家窝着，你要喊人干活，1斤粟米就能招来一大帮人，哪里用得着精米和肉？我这活累，让他们多吃点，才能多出力。你呀你，就是太讲情面了。二郎有事儿，到我家吃饭，吃完有个活请你们帮忙。啥活你说，我们肯定干。二郎不用这么客气，有活你直接说就行，哪用请吃饭？是个力气活，吃饱了才好干。赶紧的，我嫂子都开始做饭了，去晚了饭菜该凉了。哥，有肉啊！应该是看菜，待会儿别伸快，知道没？吃点饭就行。哦，大江、二和来了啊！嫂子，麻烦你了。做顿饭有啥麻烦的？快坐快坐，别客气。饭冷得快，你们先吃着，不够我再去厨房添。站着干啥？赶紧做！这么多肉，总不能全是看菜吧？吃这么好，不会是让我们杀人越货吧？别，多了，这我哪吃得完？这么点饭都吃不完，马上的活你们能干动？我请客就别作假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别的不说，米饭管够。别光吃饭啊，吃菜。陈哥，你说弄谁？弄什么弄？没人得罪我，也不需要你弄谁。其实我之前去金石潭，发现潭底有股暗流，现在冬天结冰，鱼肯定都躲在暗流附近取暖。我就想请你们一起去凿冰捕鱼。啊，凿冰捕鱼？可小黑山有狼王啊，这时候上山有点太危险了吧？那狼王我见过，上次找张三坡也是我去的，他只在南风那边活动，不会到金石潭来。什么狼王不狼王的，不还是个畜生吗？陈哥，我跟你去，什么时候上山？坐下，别急，一人再喝一碗鱼汤，暖暖身子再上山。我也去。成，多个人多份力气。从哪儿开始凿？不急，先看看环境再说。就从这儿开始吧，凿个半尺大的窟窿就行。好。这没鱼啊，白忙活了。陈哥，时间还早，要不要再凿一个？别急，让下面的鱼反应一下啊。鱼，真有鱼！这么多！洪伟记，这鱼听说能大补，拿到城里酒楼能卖不少钱呢。这鱼可不多见，难道是小吉运势带来的额外收获？让我试试。哥，小心点儿，这冰面滑，要是摔进窟窿可麻烦了。放心。有大货！哇，这么大的黑鱼！这条黑鱼足有12、3斤重。这黑鱼刺少肉嫩，而且金石潭水干净，鱼肉没有丝毫土腥气，绝对是上好的鱼货。还是你来吧，我这一网都快没劲儿了。你来2网试试。好嘞，陈哥。二哥，你这运气不行啊，还是让陈哥来。什么运气不好？是附近的大鱼还没游过来，再等等。有东西！这是啥鱼啊？二哥，你可以啊，这是鲈鱼。鲈鱼？这鱼在城里可贵了，一条能卖100多文呢。真的？那这2条就是200多文。你手气不错啊，我就是随便捞的而已，还是陈哥选的地方好。大哥，你要不要也试试？好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下山吧。陈哥，这还有鱼呢，天还早，再捞几碗吧。不行，刚出了太多汗，这冷风一灌，要是得了风寒可就不值当了，赶紧回去。陈哥，你也太有本事了，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有人一次抓这么多鱼。你们这是端鱼窝了，抓这么多。陈哥会找地儿，我们网网有余，从没空网。快，进屋。泡泡脚别冻坏了。陈哥，今天也太过瘾了，下次什么时候去？再带我一起。放心，少不了你。等会儿走的时候多拿点鱼，还有那2条鲈鱼，你拿1条走。不要，我们中午吃了饭，干活是应该的，怎么还能要鱼？陈哥，没事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
等等，这2条帮我送到东头沈家去。要是沈家娘子开门，你就说是我送的；要是他爹开门，你就说我让你送来卖的，10文钱一条。我懂了，陈哥你等着，我这就去。等等，这你们带回去。真不用，陈哥。那把这个鲈鱼给你，其他的我拿走。那个冰窟窿下面应该还聚着些鱼，明天要是没事可以去捞2网。抄网和冰嫂在门后面，你自己拿。陈哥你不去？这2天跑东跑西，累得慌，懒得动了。那成，等捞完了鱼，我送到这儿来。我先去送鱼。嫂子，以前家里收成不好，你回家借了好几次粮，受了不少白眼。明天你和哥带着孩子回去看看，给亲伯送点鱼和猪肉。其实不用，我爹他们家里吃食应该够。够是够，但肯定没咱们家吃的好。我们现在日子好起来了，也必须给嫂子挣回面子。那我做主，后天就去。正好你也好久没回去了。做什么主呀？这些鱼可全靠二郎才抓到的。嫂子，你可就说错了。今天大哥可是出了大力气，这些鱼怎么也有大哥的一半功劳。就是，那条最大的黑鱼还是我捞的，明天就拿它送给岳丈。小陈，你有心了，后天我们一起去。哥，猪腿太少了，再拿5斤，再带5斤精米，5斤精面。好嘞。江大郎，你挑着啥？这不是过2天可能下大雪，路都不好走了。我带点东西陪巧翠回娘家一趟。这么多？巧翠婶子，江大郎对你也太好了，回个娘家带这么多东西，都是靠着小陈的本事。这些鱼啊肉啊，都是二郎打来的。不聊了，我们还得赶早去呢。这江晨是真的变了啊，还变得这么有本事。小龙，这孩子谁教的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走，我们直接去家里。妹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回来看看爹娘，看你把孩子教的，见了我就跑。怎么嫌弃我了？不想见我？不是，是你嫂子，她那人你知道，说话不好听。你进去了，她要说些什么，你受着点。这是哥自己攒的，你先收着。走的时候我给你装点粮，避着点你嫂子拿走。哥，我不是来借粮的，真就是来看看爹娘。我听说你家那个把过冬口粮都拿去换酒肉了，你先买些粟米，把这个冬天撑过去。来年怎么也得把家分了。还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分家？分什么家？我可不分。小陈不提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分家。我去见爹娘了。江晨来了啊，快进屋。这是把过冬粮食卖了喝酒，现在全家都吃不起饭，全跑这儿来打秋风了。桂香，你说什么呢？反正家里粮食不多，这么多人的饭我可做不出来。没事啊，妹子，你们坐着，中午我做饭给你们吃。没事儿，我来做。娘，巧翠，你回来了，你吃苦了，这几天没见，都饿腹囊了。娘，我过得好着呢，没挨饿。你看，我还给你带东西来了。爹不是爱吃鱼吗？这鱼是从金石潭抓的，正肥呢，一点腥味也没有。还有几条鲫鱼，买2块豆腐炖汤。娘，你身子弱，多喝点补补。还有个猪腿，可以榨不少油出来，剩下的慢慢吃。还有些精米和精面，你和爹年纪大了，总吃粟米也不行。肉，娘，好多肉！啊，这些哪儿来的？你拿这儿来干什么啊？小陈说，以往你们一直帮衬我们，现在家里有，非让江田送回来。哥，不是说家里没粮食下锅吗？正好我这儿自己带有，中午我来做。日子不过了，这么吃不怕造孽啊！给你吃，话还这么多，这都是女儿带回来孝敬你的。那我总得知道这些东西哪儿来的吧？都是小陈上山打猎换来的，鱼是他俩去金石潭抓的。之前说你把家里过冬口粮卖了，是假的？真的，不过也因为这事我才醒悟过来。娘，我想吃肉，吃，就知道吃。我还有点活没干完，你们吃。你们先吃，我进去看看，
是不是什么东西摔了？你说，江晨真有本事在金石潭抓到100多斤鱼？我看没假，妹子心里念着爹娘不假，可要是家里日子不宽裕，也不可能拿这么多东西过来啊。你说咱们村外这河鱼也不少，要是凿个冰窟窿，抓的肯定比金石潭多。要不你去问问江晨，让他指点下位置，咱们也抓点鱼吃吃。不去，人家还没进门你就撵人走，现在让我去丢这个人，你要是出去道个歉，说点好话，说不定还有戏。不成，你妹子那小心眼儿，认错没用。要不你打我一顿吧？真打呀？对自己这么狠吗？赶紧用点力，留个印儿，他看了才能出气。败家娘们儿，自家人都不认了吗？我看你真是皮痒了，你再敢说这种话，看我不抽死你！让你真打，没让你往死里打，你过瘾来了是吧？走，出去。想好说什么了没？妹子，是我说话不过脑子，说错话了，你别记仇了。多大点事儿，我也没记在心上。嫂子坐下吃饭吧，尝尝这鱼肉，鲜得很。狠人啊，这是。小陈还是头回来我们村呢。吃完饭我带你出去转转。这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。行啊，回去也没啥事儿，正好去看看你们这边河里鱼咋样。没想到啊，本来是来送礼的，反倒赚了5两银子回来。这长河村的鱼是真不少，那还不是二郎有本事？再有本事还不是得叫我哥？哥小心点脚下。今日运势平。小黑山上有兔子游荡，前去会有所收获。小黑山阴坡有地黄成熟，前去挖掘可获药材。小凶，小黑山上狼王再次捕猎失败，伤势恶化。若带上猎弓前去狩猎，或许能收获一张狼皮，但要小心狼王的反扑。终于成小凶了，说明狼王状态越来越差，应该挺不了几天了。不过小凶也是凶，还是等平再说吧。不知道我猎杀了狼王，命星亮度会不会增加？龟甲能不能升级？先练武，做足准备。今日运势小吉，小黑山阴坡有地黄成熟，前去挖掘可获药材。运势加成，你的挖掘会稍加顺利。小吉，小黑山上有山鸡集群取暖，运势加成，临近天黑前去，或许又额外收获。平，小黑山上一只重伤的狼王捕猎失败，若带上猎弓，申时之前去狩猎，或许能收获一张狼皮，但要小心狼王的临终反扑。运势加成，你的捕猎过程会稍加顺利。平卦，终于成平卦了。为什么申时之前去狩猎？难道有人也想猎狼王？申时之后会得手。不过平卦加小吉运势，值得一试。猎狼就在今日。嫂子，我马上上山，给我多备些干粮和热水。好嘞。多准备点儿，我这次可能在山上待久点儿。啊，山里有狼王呢，家里肉也够吃，你往那么深的地方去干啥？没事儿，不进深山，就沿着山道转转，顺便练练功。那你小心些。怎么，又准备上山？上山转转，功还是得多练才行。多练总没错，现在不熟，等碰见猎物时，丢的可能就是命了。爹，大清早你说什么呢？二郎上山肯定平平安安，就是为了他能平平安安，我才这么说。练归练，你别往深山跑。狼王最近没露面，谁知道还在不在附近？那要是真碰到了怎么办？哼，真碰到了，跑啊，还能怎么办？别往平地跑，他一个下坡的扑杀能跨4、5丈远，要是大平地你也跑不掉。那要是狼王受伤了呢？我上次远远看见他左前腿有道伤，好像行动不怎么灵落，是不是有机会？哼，受伤的野兽没有安全感，一旦你闯进他的领域，可能就是不死不休的下场。何况狼这种生物天生奸诈，那头活了不知多少年的狼王，心智未必就和人差多少。别对狼王有想法，山中的猎物多得很，等冬天过去，那狼王肯定回二黑山了。你的打猎技艺远没到能猎狼的地步。别人可能误判狼王的伤势，但我不会。猎狼的胆子我没有，但趁他病要他命的胆子我有，而且很大。要不你今日还是在家练拳吧，天寒地冻的，上山干啥？没事儿，我就在山脚下转转，找几只鸟练练剑。右手香放哪儿的？给我拿点儿。
往哪里跑？糟糕，这是狼王的活动主场，果然越老越贱。都快死了，还想吓人？下雪了！怎么会下雪？今日运势明明是小吉。今日运势中凶。评：小黑山阴坡有地黄成熟，前去挖掘可获药材。运势加成：大雪封山，进山即可能遇见危险。小吉：小黑山上有山鸡集群取暖。运势加成：大雪封山，进山即可能遇见危险。小吉：小黑山上一只重伤的狼王垂死，现在上山或可获得一张狼皮，但要小心狼王的临终反扑。运势加成：大雪封山，你的行动会更加迟缓，捕猎难度增加。果然，运势变化了，由小吉变成了中凶。没中。王射的那支箭，到底还是中了。还好，终究是有惊无险。以后卜卦要是只有一日运势，最好就在1天内将事情解决。只能这样凑合一夜，等天明再下山了。你二叔还没回来？没有，可能马上就回来了。你先回去，我在这儿等。不，我就在这儿等，二叔肯定马上就回来了。你先回去，我上山接见你二叔。我不回去让你娘烧热水，你二叔回来得泡脚。好吧。爹，小陈已经到了吧？等我干什么？赶紧进去。他还没回来。我再去找。爹，我也跟你去。爹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害他爹。谁都不准去，先进来再说。爹，小陈他现在……那你上去有什么用？说不定找不到人，还可能把自己跌进去。你弟也不是傻子，说不定是有事耽搁，不想摸黑下山，在山上找了个背风的地方窝一夜，明天一早就下来了。可这天气，我那狗皮袄够厚，他只要找个避风的地方过一夜应该没事。要真是死了，那也是活该，竟然想去猎狼，逆子！我就不该以为他转性了，就为了威风，连命都不要了。小陈猎狼去了？怎么会？之前从城里买回来的那头猪仔不见了，我还以为是忘了关门让他跑了，找了半天也没见着。爹说是二郎带着上山，当做猎狼的血饵了。他那天死活非要买头活猪回来，我还以为他是准备养到开春，拿去沈家当提亲的聘礼，就没多问。肯定从那时候起，他就打狼王的主意了，想扬名，想威风，最后把命都搭进去了。怎么会？爹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进去再说，明天一大早上山找人，是生是死，现在只能靠他自己扛。可是，按我说的做就行。果然发烧了，必须赶紧下山。爹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值得你大清早的鬼哭狼嚎？爹，昨天江晨独自上了小黑山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江雨林想让我们召集村里壮丁，跟他们一起上山找人。这是好事啊！江晨一死，就不用担心之前算计的事被发现，不用怕他报复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敲锣，把各家的壮丁和猎户召集过来。哎，我这就去。脸上的表情收一收，他跟你又没仇。晓得。
只要愿意上山找人的，每人我给10斤粟米。要是能找到人，给10斤精米，再加2斤肉。江叔，您说的是真的？真给啊？我江有林在村里说话，啥时候不算数过？那行，趁雪还没完全封山，上山找找也没啥问题。说不定江晨就在山边呢。对对，不去南峰就行。恐怕得先往南峰那边找。江晨昨日是去猎狼王了。啥？猎狼王？江叔，你别跟我们开玩笑啊！没开玩笑，他昨天上山带了穿甲剑，还带了活猪，应该是做血饵用的。我当时以为他就是去练剑，现在想来，他怕是早打好猎狼的主意了。那恐怕是没救了。自己过去送死，还要我们去找人？反正我是不去了，这不是活该吗？这还真是傻大姐。谁去南峰帮忙找人，1人1两银子，找回来人，不论死活，5两银子。5两银子？对对对，给银子，我们有银子。其他人就别去了，还是我们几个上山转转吧。不过要是实在找不到，我们就直接下来了。行行，江叔你也别怨我们。好，足够了，足够了。江晨昨天上山打猎，一夜没回来，他家里人正组织猎户上山找呢。燕秋，你干什么去？我要去找江晨。狼王，是狼王来了！狼崽子呢？就这一头独狼过来，真当咱们村子没人是吗？谁射的箭？没人放箭啊！狼妖啊！逆子，逆子啊！你怎么没死在外头呢？小陈，我没什么事。你还说没事？我们都以为你死了，知道吗？你发烧了，赶紧回家。这小子还真把狼王给猎了，了不得，是真了不得！来2个人帮忙抬到江家门口。爹，我就说他不会死，不仅没死，还把狼王猎下来了。此子真有英雄气在身啊！燕秋，你真的对江晨有意吗？爹爹，你怎么说这种话？江晨身上有英雄气，或许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女儿愿意。爹，他知道，他肯定知道。我看见他的眼睛，就感觉脖子好像被掐住一样，我差点自己要死了。他连狼王都杀了，张三坡肯定也是他害死的，他肯定会找机会报仇的。哼，闭嘴！江晨才多看了你一眼，就把你吓成这样，你也配说自己是我陈方田的儿子？爹，二弟这是害了风寒。什么风寒？是江晨杀狼王吓的。那小子就是个有仇必报的性子，你弟怕他知道之前的事报复他。大郎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你打算怎么做？他不是猎户吗？等哪次上山，我找4、5个好手在山上等着，荒山野岭杀人抛尸，然后丢给虎狼熊罴。等他家人找过去的时候，说不定连条手臂也没有了。好法子，那什么时候动手？那肯定得到开春了，大雪天的人不好过来，也没法上山，让他多活1冬吧。好。小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睡一觉好多了。你小子胆子也太大了，我看到那狼王都打出。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二叔，沈家姐姐在门口。
陈哥，你明天就去我家下聘吧，我愿意。你离我远点，我都说了，我们俩再没有任何关系。陈哥，我娘已经知道错了，她上次不该那么说你，我让她给你道歉好不好？等我们结了亲，我就搬出来住，再不跟她来往了。到时候你出去打猎，我在家等你回来，我们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。还有，我不要聘礼，什么都不要，我娘那儿还有些钱，娶亲后我全部带到你家。滚！别再来找我。二和，来把他赶走。喂，好，走吧，还想让我动手？你躲那儿干什么？没有。爹爹说想见见你。见我干什么？那就走呗。沈伯父，这一手字写的真好啊！你识字？之前上过1年私塾，认识一些字。那你看看，我这句诗如何？夜阑幽离乱，徒有旧时心。好诗，好词，好字。你能认全这10个字，在村里已经算不错了。可知这诗句的意思？伯父住在这酷寒之地，心中却装着天下苍生黎民百姓，小子佩服。你这可不像是只读过1年私塾的样子。那你觉得我大周如今世道如何？其实我从出生到现在，我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只是永年县而已。但如今大周应该是世道将乱。哦，你都没出过永年县，又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我这2年经常往永年县跑，最大的感觉是永年县人多了很多外地人。人多那不是更繁华吗？跟世道将乱有什么关系？可永年县是苦寒之地，一般哪会有那么多外人过来定居？那些人恐怕大多都是来逃难的，能逃难到这里来，说明更南边的地方比这里还乱。那你觉得大周将入乱世的根源在哪儿？你随便说说就行。这是我最近自知的问题，到现在也没有答案。还不是穷的？穷？那你倒说说看，怎么就穷出一个乱世？百姓穷，穷在豪强借荒年吞并田地；朝廷穷，穷在豪强买地后隐匿不税，最后百姓变流民，朝廷变债主，这天下自然就成了乱世死局。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伯父无怪。穷，好一个穷啊！原来天下动乱根源说到底就是一个穷病啊！等等，你说你从没出过永年县，这些道理你又是从何处听来的？当然是从书上看的。怎么说我也经受过9年义务教育。我不过是感同身受。陈丰田为夺田险些害我性命，长河村赵员外却能只手遮天，规避税赋，豪强兼并土地，朝廷血源枯竭，百姓与国库两空，这天下想不乱都难。你不错，等开春了，就让你爹过来下聘吧。成功难。那你觉得这穷病应该怎么治呢？爹，他就上过1年私塾，你怎能拿诗文为难人？哼，你还没出嫁呢，胳膊都拐到哪儿去了？饭好了，先吃饭吧。好，吃饭去。爹爹说话有些不满，你别介怀。我怎么会怪岳丈大人？什么岳丈大人？你别想。